在李经方在芜湖白盖了5年以后，在芜湖以北淮河之滨的地方，一场好戏悄然上演，而这场戏的名字正是津浦铁路。作为中国4纵4横中的重要通道，直连北京、上海2个超级大都市的京沪铁路，其实也是分段建设的。北京至天津段借用的是京哈铁路的京津段，再从天津南下接上津浦铁路，最后再在南京渡江接入沪宁铁路。而津浦铁路正是前文提到的英国要求清政府强制修建的5条铁路之一。而这段历史好似麻花一样一波三折。1898年，江苏候补道荣闳上书大清，想用洋人的钱全款修建洋人自己说的津镇铁路。没多久的9月10号，英德2国反而跟大清要求2国合资。大清的操作我们也都知道，清政府最终迫使荣闳放弃全资洋办，而是混合所有。而此时大清不当老大了，谁来当呢？这是个好问题。但首先，在山东当地都市的德国人不高兴了。铁路修建必定经过山东，你英国人说要修路，又分明是想在德国的地盘上画一片英国的飞地，这谁受得了啊？俄国吗？日本吗？英国和德国在大清的地盘上首先吵了一架，不过德国人还是妥协了。我德国也是啤酒肚里能撑船，津镇铁路就由英德双方共同修筑吧。而天津至山东一段还是保障德国人优先，德国负责。而除了山东不是德国人管理啊，只是镇江由英国负责，也不是不可以。大清的意见自然是妹的意见。最终于1899年初，大清派徐景成、张毅分别为津镇铁路督办、帮办大臣，让英德2国银行借钱给他一人花。经过4个多月的谈判，5月18日，清政府和英国汇丰、德国德华银行签订了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借款定为740万英镑，工期5年。该合同规定，自天津经德州、济南至易县为北段，自易县至镇江为南段。北段和南段只要是和铁路相关的事情，都由德华银行和中英公司代为管理，组织借款，安排修建。本来合同定了，人手齐了，钱也到位了，安徽又和这条铁路无缘了。在神助拳、义和团、津镇铁路全搞乱。1900年，义和团风生水起，尤其是对铁路工程的破坏，直接打乱了津镇铁路的修建。安徽也靠着义和团的大刀，有机会上桌谈判。1907年，清政府派张之洞和袁世凯又一次与英德2国探讨这条烂尾路的复工计划。这次大清、英国、德国总算是不能闭门会议，而是把直隶、山东、安徽、江苏4个地方的商民都叫过来讨论。最后决定在走向上改2个小小的细节。首先，中间由镇江改为浦口，主要原因就是沪宁铁路的修通。南京是要面子的，必须快捷北上，直通徐州，这样工程名也就改叫津浦铁路了。20南段的线路决定经过安徽、徐州开始，线路折向西南，经安徽宿县、灵璧、凤阳、盱眙、滁县后，再到达浦口，过江接上沪宁铁路。第一点也很好理解，南京自然需要一个北上的通道，但最重要的还是第2点。说好了就走江苏，怎么走隔壁安徽呢？以前又没你安徽的事情，难道你也是境外势力？其实对于第2点，徐州以南走向，因为南京的参与又产生了2种可能：一是实际实施的方案，即经过安徽到达浦口；另一种方案则是更改前的苏北方案。你该走浦口可以，总归是南京，但我问你，江苏是不是最早的创始成员？从徐州到邳州、宿迁、潞河，不也是到浦口吗？回答我。本来江苏让安徽上桌讨论已经是够给你面子了，至于本来是我的东西，你们洋人给不给？你们安徽敢不敢拿？那就是你的事。苏皖2省为了这条干线也是互不让分。时任津浦铁路督办大臣的吕海环在听取各方意见后，亲自去苏北河湾会 country walk 了一下，认为铁路应该修直，修直就是省钱，省钱就会吸引大宗物流，吸引大宗物流就要改道。你们苏北本来就有很发达的内河航运，内河航运本来就挺省钱的，稍微照顾下安徽，你们应该也没啥意见吧？最后拍板就决定是安徽了，直鲁皖苏4省一家亲。其实津镇铁路走向被改写的命运历史众说纷纭，吕海环拍板的说法被收录进了历史书，这是一回事。而有后世评价说，苏北水患严重，里夏河平原地质松软，不利于建设铁路的。也有说淮安、扬州2地航运是百万曹公衣食所系，铁路冲击航运，好比拿苹果公司换苹果。也有说江苏不希望西方插手铁路事务而自动放弃的。又有说英国和盛宣怀主导的沪宁铁路延伸到南京以后，大英经过线路考察以后，发现浦口过江区位比陆河好，所以放弃苏北走向。还有说安徽商民在目睹吴广铁路扯皮后积极争取到干线。历史在此众说纷纭，每个要素都有相对的推动作用。而伴随着津浦铁路改走安徽，连续江苏淮安作为苏北最早通往铁路的城市，它的下一条铁路硬是错过了快1个世纪。1908年1月13日，清政府外务部侍郎梁敦彦与德华银行、英国华中铁路有限公司正式签订津浦铁路借款合同，草案正式变成法案，铁证如山。
根据合同，全线不意外的分南北两段修，不意外的以山东易县韩庄运河桥为界建设津浦铁路的2个工程总局，毫不意外的1908年8月北段开工，1909年1月南段开工，其中和安徽关系最为紧密的南段工程由英国人德记负责，线路自山东易县韩庄至浦口全长383公里，其中安徽境内长度为295公里，是全部南段路线总长度的8成。英国推荐下的津浦铁路南段执行英国标准，轨重95磅，轨距亦为1435毫米，采用 Made in UK 的36879吨钢轨，免税3年。这时候有人注意到了，德国呢？于海环插手后，德国也准备好好摘戴英的桃子，准备利用津浦铁路大贯通画个圈圈，诅咒戴英，偷袭英国长江航道利益。因此，德国放弃津浦铁路山东段，采用德国宽轨1524毫米的标准。津浦铁路规划之初，最初也并没有想到走如今是铁路节点的蚌埠，以前它就是一个凤阳府的集镇，咖位不能和当时如日中天的四周灵璧等相比。1853年，清军还把这地儿给烧了，然后到河对面自立小蚌埠，这地方也就是过个河方便，还是怀远凤阳灵璧的3不管地带，除了河蚌以外，啥值钱玩意都没有，谁在乎？而且自徐州到浦口，如果走直线，最佳最直的淮河桥址本应是在下游历史更悠久的五河线，而致命的是五河地势低洼，历史上就是水乡泽国，动不动就要闹洪灾。铁路这种汤米尔塞利体制的大家伙是要敬而远之的。因此，津浦铁路淮河桥的桥址首选中游的临淮镇，也就是如今的凤阳和临淮关。1908年9月，戴英专业团队实地勘测，发现临淮一带的地势虽然称不上是高屋建瓴吧，绕也是矮的没边儿。淮河一旦涨水，铁路就又得被科秒，这里也不行。临淮关建桥计划否定以后，德记又得考虑在蚌埠修桥。所以说到底，蚌埠的建设倒不是英国人中意这片地方，完全就是工程考虑。在蚌埠建铁路桥，跨越南北本来是好事，但那时候蚌埠还是怀远管辖，怀远地方的乡绅意见也很重要。当地反对派觉得铁路这东西还是不吉利，而且如果为了铁路建设无法方便轮船通过的呆桥，一定会破坏淮河水运。今天你修桥让轮船过不去，之后是不是要给淮河加盖，我就不敢想了。而另一派则认为，要想实现怀远伟大复兴，必须要把铁路拉过去，我当然要支持，但洋人的意见也很重要，不是吗？怪蟑螂派和卡布达派又不得不请出清廷裁判，一致上书，请求铁路大桥改在怀远、京山、涂山2座桥的夹缝中间建设。相信修建铁路通车后的怀远必定是个超级变化形态，你出钱赌我出脸，大清办事没风险。德记秉持甲方说啥都是对的信条，离开蚌埠在怀远进行空投行为。结果出来了以后，铁甲小堡、怀远分堡们终究是哈气了。两山夹峙，河道狭窄，水流湍急，建桥施工难度必将10倍甚至9倍于蚌埠。德记说怀远就这样，又进行了蚌埠回旋，就做一件事，确定铁路桥址。蚌埠集以南，蚌山余脉伸向淮河的岩石滩，如今孙台子至小南山一线，当地地势高，不易受洪水影响，河床底部都是石头，让愚公挖出来都撬不出东西。淮河本来整条河都是沙子软得很，蚌埠这段反而都是鹅卵石，极大保障了铁路的安全通行，不选址于此是最佳答案。虽然桥址不选在怀远了，但怀远士绅还是担心呆桥碍事，于是怀远士绅、怀远知县、凤阳知县、德记、周学民、津浦铁路督办大臣等人进行了长达1年多的论战，最后的胜出者还是德记。他说服津浦铁路督办总稽查和怀远知县在淮河进行试验，证明一艘帆船用1个小时就能安全通过固定的铁路桥。既然呆桥不妨碍着帆船通行，而且对铁路也有极大好处，那何乐而不为呢？津浦铁路南段工程终于迈入正轨。1909年11月，作为津浦铁路全线关键性工程的蚌埠淮河铁路大桥开始修建，全桥分9孔，跨度为62.8米，长586.28米。建桥总共耗费钢材250吨，花岗石352立方米，混凝土8806立方米，全部用款不到100万元。1910年4月，浦口至临淮关间以铺轨通车，而此时意外来了。1910年夏季，苏皖一带突降暴雨，东葛至花旗营一带陆堤北冲毁，淮河以北固镇、宿县一带的津浦铁路路基因为洪水冲毁10余里，因此水退以后又加大工程量，增建涵洞，加高路基，加长汇河桥身，疏解洪水，以防止龙王呼风唤雨、熊孩子行动。1911年5月15日，在蚌埠淮河大桥完工的同时，蚌埠以南嘉山县池河上游山洪爆发，将已完成的池河7孔大桥冲毁5孔，冲断路基20余尺，津浦铁路又一次要返工。你们北边怎么了？1911年9月，浦口至徐州段才随着小蚌埠到徐州的路基维护完成以后竣工，而徐州以北更令人哈气。1911年，韩庄到黄河以南的山东段终于竣工，让人不得不佩服德国人的严谨建设。1912年6月11日，津浦铁路正式开通客运。1912年11月28日，
朔口黄河大桥正式通车，才宣告了津浦铁路南北段的正式完工。天津到浦口一路直通，无需换轨，是当时少有的长途干线。而此时蜻蜓裁判和索尼一样已经断气了，津浦铁路就这样在不断的扯皮和千代的斗争中建好了。我们再说回蚌埠地方，临淮关虽然也设站，但区位优势已经自由落体，蚌埠由此成为了安徽铁路世纪大赛的赢家。为了兴建津浦铁路及其配套工程，津浦路局从河北唐山等地调来1000名铁路技工，又从邻近各县招募5万余人大兴土木。那时工人们住在自己搭建的简屋席棚里头，自然形成了一条小街，这就是如今蚌埠老大街的前身。这些民工以后大部分定居下来，大都当搬运工人，也是一种 old money 了。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倪嗣冲将蚌埠作为红警开掘的圣地，军营军宅通通安排，这让蚌埠取得安庆成为民国时候全安徽的军政中心。不仅如此，倪嗣冲将本在滁县和寿县正阳关的淮盐引案都并到了蚌埠，成立了淮盐盐务处，垄断了皖北、豫东数十县的食盐买卖。蚌埠就由过去的私盐集散地变成了官盐集散地，军阀官僚也是过上了好日子，红红火火。中原商贩知道了公有制经济的厉害以后，也从自己的老家运来各种土特产和粮食共襄盛举，换来了宝贵的食盐和各种日用百货。京津、沪宁等资本主义先行示范区也是看明白倪嗣冲旗下的独角兽企业前途无量，更是顺着铁路把自己家的布匹、白糖、纸张和日用品都运到蚌埠去买，换到了小麦、大豆、麻纺、皮毛、烟叶等农副产品。随着商业的发展，蚌埠的未来想必是比超新星爆炸还要光明。蚌埠人口激增，市区不断扩大，至1914年已增至10万人。有了人就有了火车，有了火车就有了工厂，有了工厂就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本主义人就更多了。烤烟、电力、砖瓦、造纸、面粉、纺纱、火柴、肥皂、印刷等近现代工业开始逐步形成，工厂的架子算是已经架起来了。学过地理都知道，工业几乎会沿着铁路和河道发展，港口和火车站附近自然是能够挣快钱最方便的地方。1920年，全市已有手工业行业20多个，作坊工厂100多家。1930年，经过军阀混战的蚌埠反而把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地位可见一斑。虽然滁州、扶犁集等地在通车的时间上与蚌埠不分先后，也一直在争取安徽最早通铁路地方的名头，但最重要的是，人们通铁路的第一印象是给自己做的。虽然津浦铁路工程断断续续，但客运业务都是在民国以后，和大清没有关系。既然说到客运，那争议的点就在于谁官大。滁州领土虽然广大，北到临淮关，南到乌衣都是他地盘，而他的铁路因为地质问题时断时续，客运和蚌埠都是同期开通的，再加上1992年设地级制，话语权反而不够。宿州也是因为自然灾害和徐州的铁路联络时断时续，话语权不比滁州高到哪里去。依照国人对城市的普遍认知，1947年1月1日正式设立地级市的蚌埠，确实是安徽铁路吃鸡第一城。安徽的铁路又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来蚌埠时代。